5万乌军开始大规模轮换，乌克兰组建20个新兵团参战。乌克兰空突旅擒获21名俄军士兵，武器禁令全部解除，乌军打击俄罗斯全境。俄军使用牲口运输弹药和补给，160名俄军及其亲属联名请愿，罢免前线俄军指挥官。为减轻前线压力，乌军升级对俄本土袭击力度。欧盟设法庭通过新计划力挺乌克兰。慕尼黑安全会议即将开始，特朗普最终版本结束俄乌战争计划曝光。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1月11日签署相关命令后，如今已有约5万名各兵种乌克兰军人被抽调补充到前线战斗旅中，这几乎相当于目前前线乌军总数的20%。此举不仅为前线乌军注入了新鲜血液，也让长期战斗在一线的乌军士兵得以轮换休息。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准备以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为基础，新组建20个军团，每个军团由至少5个旅组成，并为其配备相应的支援部队。其内除了传统的炮兵部队外，还设有电子战和无人机等部队，以进一步增强战斗力。可见乌军和俄军一样，都是在战争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尤其是班排级战术。不过就上述这种高级别调整来说，火力军尚未看到俄罗斯有相应的动作，可能是俄罗斯内部体制问题，不允许俄军进行这样的调整。如今乌军重组已步入正轨，极大缓解了前线兵力不足问题。回到前线战场，库尔斯克方向战线并无明显变化，但在2月5日战斗中，乌军击退了俄军9次进攻，其空降突击部队更是俘虏了21名俄军士兵。如今战斗主要集中在波格列布基、小洛克尼亚以及苏贾南部的马赫诺夫卡。库皮扬斯克方向面对乌空军的轰炸，俄军2月5日不出意料地展开报复，重新发起了对乌控区的机械化攻势。战斗中，乌军则使用标枪和无人机阻击俄军，不仅阻击了俄军攻势，还打掉了5辆俄军坦克和装甲车。紧接着，俄军又趁夜色发起反推，收复了南部克鲁格利亚基夫卡附近的失地，巩固了库皮扬斯克防线。值得注意的是，据战役地图显示，俄军正试图在金德拉西夫卡方向越过奥斯基尔河建立新桥头堡。火力军猜测，俄军有可能会在今年春季从河对岸对库皮扬斯克发起进攻。博洛瓦方向，俄军刚刚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击中了19亩议会大楼，造成50人受伤，5人死亡。可能受此影响，有多家媒体报道称，乌克兰已被授权在俄罗斯全境使用北约武器。火力军无法证实该消息的真实性，目前乌军仅能使用北约武器，如海马斯火箭炮、暴风阴影巡航导弹、ATACMS 弹道导弹，打击俄罗斯边境地区。如果解除全部禁令的消息得到北约证实，那意味着乌军今后的战斗将可以使用射程更远的北约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更纵深地区的目标，也意味着乌克兰战争的和平曙光的升级。莱曼方向该地区作战的乌军第63旅报告称，俄军没有取得任何确认的进展，且俄军坦克和装甲车几乎被消灭殆尽。但为了保持进攻，俄军开始大量使用民用车辆参与战斗。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运输载具的消耗，俄军甚至已开始使用牲口来运输弹药和补给。昨天便有电报频道传出，乌军缴获了一头运输俄弹药的毛驴，可见经历战争的俄军后勤是多么脆弱。顿涅茨克州西维尔斯克方向，乌军指挥官2月5日表示，俄军正在集结部队，同时安排小股作战分队，不分昼夜向西维尔斯克和上米卡扬斯克发起攻势，似乎是在寻找乌军无人机操作员的位置。目前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值得一提的是，据俄罗斯媒体 ASTRA 2月5日报道，有超过160名俄军及其亲属联名签署了一份致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请愿书，要求对在西维尔斯克作战的俄军第123摩托化步枪旅等部队的指挥官们进行罢免。声称指挥该方向作战的俄军指挥官们经常串通一气，非法转移作战人员，抢夺战功，并克扣作战士兵应有的待遇和前线补给。如俄军第15摩托化步枪旅、第3摩托化步枪营、第9连的士兵就发声称，他们缺乏足够的食物、衣服和医疗用品，并且他们的指挥部威胁要对未能及时报告的下属进行无人机袭击。俄军第429摩托化步枪团的一名士兵也声称，在他拒绝在炮火下轮换到扎波罗热方向的前线位置后，他的指挥官殴打了他。据悉，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情况。去年11月，该方向指挥官就因上报不实战况而被罢免指挥权。截至目前，别洛乌索夫尚未对此事件作出回应，火力军持续关注。红军村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加大该方向的推进力度。
昨日战斗中，乌军沿着斯里布内至纳迪夫卡战线反击，成功在纳迪夫卡村的防守反击中摧毁7辆俄军装甲车，收复了该村南部失地。而俄军切割乌军后勤至今不死，不仅加大对科特林和乌达赫内的进攻，同时还从当地向红军村铁路线推进了约 1.5 公里。只是由于乌军无人机厉害，屡次都将企图潜入村庄的俄军分队歼灭。如今俄军对科特林的控制有所减少，只能与乌军交战于该村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库拉霍沃方向，俄军第150摩托化步枪师经过数周的战斗，终于在2月5日战斗中控制了达赫内村的南部地区。乌军消息人士证实称，目前战斗已向西移动，目标直指达赫内城区以及更远处的乌拉克里村。只不过俄军为此已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甚至部分前线已经出现了战斗人员短缺的现象。如英国国防部曾在2月2日发布报告称，一些伤势未愈的俄军伤兵已被重新扭送前线。扎波多热方向，乌总参谋部称，乌军无人机部队于2月4日至5日夜间，在一个未指明地点摧毁俄军一个山毛榉防空导弹系统。在赫尔松方向，则一连摧毁了2个俄军电子战系统和5个 Starlink 卫星终端。此外，为了减轻前线压力，乌军还升级了对俄罗斯本土的远程袭击力度。这些袭击都有效支援了前线的战斗，形成相互策应的态势。开年以来，乌军空袭俄军弹药厂和弹药库的频率快速增强，并且规模也越来越大。据乌总参谋部报告称，2月5日凌晨1点，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阿尔巴什纳夫塔石油仓库。报告显示，该设施被定位为小型电油厂，年处理能力可达32万吨碳氢化合物。在战争期间，其一直在向俄军供应汽油和柴油，而昨日的袭击已确认将其命中并燃起大火，详细损失则正在查明。此外，乌总参还补充说，乌克兰将继续对确保俄罗斯侵略的战略目标进行打击。世界报也报道称，乌军袭击俄罗斯电油厂，摧毁俄罗斯经济，降低俄军战争潜力的计划已经实施了1年零4个月，目前仍在进行中。这标志着乌军对俄军战略能源设施的打击已步入常态化的阶段。另外，在过去1个月内，俄军30家最大炼油厂有2/3都遭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而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距离被当作后勤基地的克里米亚相当近，不知道乌军接下来是否会重启对克里米亚的打击。据乌克兰驻拉脱维亚大使馆2月4日消息，拉脱维亚紧跟欧盟脚步，开始为乌克兰生产芬兰授权的帕特亚6×6轮式装甲车。乌克兰驻拉脱维亚大使还跑到刚开业的瓦尔米亚工厂视察一番后称，不久后第一批装甲车就将交付给前线乌军。据悉，帕特亚6×6轮式装甲车是个全能选手，既能运兵又能侦察。而瓦尔米亚工厂1年的制造量大约在30辆，是波罗的海唯一能全周期生产帕特亚6×6轮式装甲车的基地。日本也于近期宣布向乌克兰追加援助6辆3073型轻型卡车，使供应的车辆总数达到101辆。这批最新货物是为乌军提供非致命军事支持的一部分。要知道，在现代战争中，后勤和机动性与火力同样重要。此次日本援助的3073型轻型卡车，以悍马和吉普等美国军用设计为蓝本，具有强大的4轮驱动系统、高耐久柴油发动机和模块化适应性，能使乌军在如今俄乌战场的恶劣地形中快速进行部队运输、侦察、医疗后送和补给支持等，为维持乌军战力提供了重要保障。此外，2月5日，英国外交部发布公告称，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在抵达乌克兰并会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后，宣布了一项价值5500万英镑的援助计划，其中300万英镑用于支持乌克兰向叙利亚运送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1700万英镑将用于支持创新能源项目，1000万英镑将帮助乌克兰企业恢复，2500万英镑将投入家庭和社区服务领域。与此同时，据欧洲真理报报道，一项新的调查显示，67%的德国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其中27%的人支持增加援助，而40%的人认为德国应该保持目前的水平，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人支持减少武器供应，且这个数据在欧盟极具普遍性。加上2月4日提交的侵略乌克兰罪国际特别法庭规约初稿，以及当天欧盟委员会通过的建议欧盟理事会参与关于建立乌克兰国际索赔委员会的正式谈判，具体赔偿标准由该委员会负责审查，进入损害登记册，并确定在各个情况下的赔偿金额。可见欧盟将坚定支持乌克兰，并坚信其能够取得胜利，否则设立这个法庭将毫无必要。
关于特朗普政府要求乌克兰在今年进行总统选举一事，遭到了乌克兰各方的强烈反对。首先是泽连斯基，他重申了乌克兰宪法禁止乌克兰在战时进行选举的内容，但他也表示乌克兰仍致力于在战争结束后进行选举。其次，作为泽连斯基主要对手的前总统波罗申科也明确表示，战争期间乌克兰不可能举行选举，因为选举的赢家不会是泽连斯基，也不会是波罗申科，只会是普京，称推动选举是俄罗斯的陷阱，而美国已不幸中招。然后持同样观点的还有乌克兰前总理季莫申科，他表示在当前条件下举行选举是不可接受的，这将使乌克兰输掉战争。最后，多次评泽连斯基的基辅市长克里琴科也坚决反对战时选举，认为在战争期间举行大选是危险的，必须等到战争结束之后。至于俄乌谈判的进展，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愿意与普京直接谈判，但警告说，任何削弱乌克兰未来自卫能力的和平协议都有可能引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再次入侵。同时，泽连斯基还呼吁乌克兰盟友们向普京施压，要求俄军撤出乌克兰所有领土，可见其和谈底线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此外，泽连斯基还表示，通过外交结束战争的最快途径是保证乌克兰加入北约，并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若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无法保护自己，那就把核武器和导弹还给乌克兰。这从侧面说明，特朗普政府给普京的台阶应该包含有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否则泽连斯基也不会一直强调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只不过此前还在赞美特朗普的克里姆林宫画风突变，其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公开表示，美国优先是小胡子德国至上的可怕回音，这说明正在进行的俄美谈判并不那么令俄罗斯人愉快。因此，火力军认为不排除特朗普政府让俄乌双方回到战前的实际控制线，甚至恢复2020年的协议边界的可能。另据彭博社2月5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挑选的俄乌问题大使基斯凯洛格可能会在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提出特朗普最终版本的结束俄乌战争计划。据自由时报报道，乌克兰推出了新一代侦察无人机，代号为 SHARKM， 其翼展3.4米，通讯范围180公里，续航力7小时，最高飞行高度3000米，最高时速130公里。此外，该机采用了紧凑设计与弹射起飞系统，无需大型基础设施即可部署，并配备360度旋转摄影系统以及高精度传感器，日间侦测距离35公里。夜间14公里，同时配备有升级版的无线电调制解调器，可大幅提升抗干扰能力。其延伸套件还可将天线远离操作人员，以提高安全性，而且还设定有降落伞保护机制，以降低回收时的损坏风险，并可重复利用地面基础设施，具备相当高的成本效益与耐用性。值得注意的是 ，SHARKM 还有一项关键技术，即采用了旋转木模式，可通过多架无人机轮替，确保持续监控战略区域。新型控制站可安装于4×4车辆，集中管理所有无人机，并配备远程终端，即使在高风险环境下也能安全起降。此外 ，SHARKM 无人机还可作为攻击无人机的讯号中继站，确保战场数据传输与打击精度。据防卫博客报道，土耳其近日在里泽阿尔特温机场成功进行了该国台风短程弹道导弹系统的第3次试射。至于前2次试射，分别于2022年10月和2023年5月，试射的地点为同一地点。其中，在第2次成功试射后，台风导弹系统已进入量产阶段。在配备预制破片弹头时，射程可达800公里，为土耳其目前射程最远的导弹，能用于打击纵深目标。在标准配置下，射程则为280公里。除此之外，据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该国还在开发一款新导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但没有透露该型导弹的其他信息。不过，根据一些土耳其媒体报道，目前已知土耳其正在研制射程在1000至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代号为 GENK。因此，埃尔多安所说的导弹大概率就是这一款。公开信息显示 ，GENK 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和无尾布局，场径比较小。目前陆基型号采用机动发射方式，搭配运输、起输、发射3用一体车，最大射程2000公里。制导系统沿用台风导弹的惯性制导和 GPS 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在30米以内，具备较强的精确打击能力。后续可能还会开发该导弹的潜射版本，以装备于土耳其正在研发的国家潜艇上。除弹道导弹外，土耳其还在研制射程可达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这种导弹可与弹道导弹配合作战，能够进一步增强土耳其远程打击能力。目前该导弹被命名为 YS-10， 其在外形方面类似于美国的战斧导弹，因此也被称为土耳其版战斧导弹。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表示，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太空中心 H3 运载火箭5号机已完成最新一次发射任务，成功将准天顶卫星系统中的6号机送入轨道，这也是 H3 火箭连续第4次成功发射记录。准天顶卫星系统为日本自制的卫星定位系统，主要用于提供西太平洋、大洋洲等地区的卫星定位服务。按照日本计划，将在2026财年前成功发射7枚卫星，包含4枚以准天顶轨道以及3枚同步静止轨道运行的卫星，借此提供高精度的定位能力，以弥补美国 GPS 在该区域的不足，并强化日本定位与导航能力，同时还可协助无人系统等产业发展。根据媒体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勒科尔尼对外透露，去年法国武器装备出口总额已超过了180亿欧元，相较于上一年的82亿欧元，增长率高达120%。在这一数据公布之后，迅速引发国际关注。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分析数据显示，单是在2019至2023年，法国武器装备出口总额就要比上一个5年增长约47%。其中，在2022年，法国武器装备总额更是达到了270亿欧元，直接超过俄罗斯，成为了世界第2大武器出口国。在法国的出口武器中，最热销的装备主要为战斗机和常规动力潜艇。以去年为例，1月，法国与印度尼西亚签约，出售18架第3批次的阵风战机，总金额约28亿欧元。8月，法国向塞尔维亚出售12架最新 F4.1 配置的阵风战机，总金额约27亿欧元。9月，法国向荷兰出售4艘基于梭鱼级潜艇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合同总价值约56亿欧元。单是阵风战机和梭鱼级潜艇这两者的出口额就超过100亿欧元，占法国武器装备出口总额的1半以上。而实际上，自阵风战机于2015年进军国际市场后，截至目前累计出口总额已超过600亿美元。除此之外，法国还在向外推销多种品类的海陆空装备。在陆战武器方面，155毫米口径的凯撒榴弹炮其销量猛增。例如，在6月举办的欧洲防务展上，法国与克罗地亚和爱沙尼亚各签订了12门凯撒榴弹炮的合约，与亚美尼亚则签订了36门的合约。到了10月，法国又与葡萄牙签订了36门该型火炮的框架协议。海战武器方面，法国与比利时签约，为其建造第3艘近海巡逻舰。空战武器方面，法国向伊拉克出售14架 H225M 多用途直升机。此外，在对空雷达、导弹等方面也获得了不少订单。对此，有专业人士分析，法国武器出口量之所以猛增，主要有以下多方面原因。其一，法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其总统马克龙在进行国事访问时，通常会邀请军工集团高管随行，还经常亲自带货。例如，去年底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马克龙就向南美洲贸易伙伴推销了以潜艇为主的武器装备。其中，在访问巴西期间，马克龙推进了建造2艘鱿鱼级潜艇的相关事宜。在阿根廷，马克龙积极推动3艘鱿鱼级潜艇的出售事宜，并与阿根廷领导人展开进一步讨论。在这里，该国将于2026年启动一项10亿美元新型潜艇招标计划，而马克龙则正在为两者的合作计划铺路。其二，法国的军工体系较为完善且自主化程度高。据统计，法国拥有超过400家军工企业，具备独立研发和制造全套战略核武器系统与航天航空系统的能力，这使得其在武器装备出口时，既能提供体系化方案，又能不受其他国家和供应商的限制，可完全独立自主地开展军贸活动。其三，主要竞争对手在国际市场受挫。公开数据显示，原本长期占据全球武器装备出口第2位的俄罗斯，近年来出口总额严重下滑。据美国新闻周刊分析指出，乌俄战争致使俄罗斯军工资源紧张，难以供应出口，促使法国武器得以顺利对外出口，且开始蚕食俄罗斯军备的海外市场。例如，塞尔维亚上述采购的12架阵风战机，未来将替代现役的14架米格29战斗机。就连曾经一直使用俄罗斯装备的亚美尼亚，也在选择采购法国的凯撒榴弹炮。当然，在连续尝到甜头之后，法国今年仍想再创佳绩，已计划在国际市场重点推销下一代 SAMPT 防空系统等先进武器。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欧盟如今力挺乌克兰，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